怎么办？我好想笑啊！我已经开始了。Hello，大家好。你们滑的慢一点，我看不过来。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语言。然后今天呢，弄了一个直播，想和大家一起跨年。这个是我感觉几年以来啊，我忘记了，反正很久没有直播过了。哎呀，救命！不知道讲什么。我们之前超话空降的时候，有收集大家的一些信息、一些问题，就是大家其实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收集用来这里的。对对对，我们之前收集了一些问题，然后用来直播的时候打给大家。哇，好大，救命！所以我是要回答这上面的问题。对的。为什么我的手机屏幕这么暗？就暗了，算了，不管了。这个真的很大。第一条，为什么老山发出去的东西？是这样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个人就是其实没有删掉，因为我知道就是这些点赞啊，包括微博都是大家一条一条点出来的，我没有删掉，我只是可能会仅自己可见，不会影响数据，大家放心。然后为什么隐藏呢？是因为可能就是你以前拍的照片或者是视频，你可能看完以后就会觉得，就可能当时看觉得还好，然后后面看可能就会觉得他没有那么招你喜欢了，可能就会把它隐藏掉。然后下一条，什么时候再更新美食 vlog 呀？什么时候再更新呢？让我想一想。你们很想看这个吗？如果你们很想看的话，就是可以稍微提上一下日程吧，因为目前为止我没有想到要做什么分享给大家。如果非常想看的话，就发呗。有没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小秘密？秘密。怎么说呢？我其实能告诉大家的秘密，能告诉大家的秘密就不是秘密了呀。那有什么秘密呢？让我想一想。我觉得，我平时出门和，就是有工作的时候出门是完全两种状态。对，就是可能妈妈都不会认我的那种，就是会差别很大。对，就如果没有工作的话，可能会打扮得非常的舒适吧，就是这算秘密吗？我也不知道算不算。今年冬天有什么打算？这反着看真的好累。今年冬天有打算去滑雪吗？最想玩什么项目？今年冬天是要去滑雪的，但也不是我打算，就是一定要去滑雪。最想玩什么项目？滑雪的项目是不是就只有滑雪？还有什么别的吗？我好像目前为止来讲的话，我只见到滑雪的地方能滑雪了，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。但是以前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像有什么其他的项目，例如滑滑车什么的，但现在好像没有了吧？我也不知道。最想玩的项目那可能就
就是有一个那种很圆的那种皮艇，看起来特别像。然后你可以从那个冰上面，就是一个很高的坡，然后你滑下去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。玩过啊，行吧。空降时候，你问我们的我问了什么？空降的时候，现在你再回答一遍吧。这是谁挑的问题啊？我问了什么我都不记得。我问最喜欢看什么电影？最喜欢看什么电影吗？最喜欢看什么电影？其实我最近看的电影不太推荐给大家看，就是可能会比较看了会心里会不舒服，但是是挺好看的，所以就不在这里公开的说了。还有什么？我要都回答一遍吗？是在这儿。有什么好笑表情包可以分享给我？我倒是没有好笑的，但是我有讨厌的表情包。今天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吗？今天有什么有意思的事？今天有意思的事情。坐飞机的时候就是我旁边的人跟我旁边的人穿了情侣装，但是他们不认识，就不约而同的穿了差不多的衣服，就很好笑，感觉我好像在什么地方一样。你们在干嘛？现在我在干嘛？我在给你们直播，这就很简单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预言，你们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这个我有什么想问你们的吗？对吧？反观就是这样，想问你们。想问你们的感觉还挺多的，但是如果让我挑出来一条的话，就是你们现在最希望我做什么，可能是这个吧，但是可能也不会按照你们的去做。我是一个非常主见的人，看不过来。最常听的一首歌，最近期就是可能要用到的歌，我会比较常听一些。你最爱电影是什么？刚才讲过了。最爱看的书，我为什么要问这种话呢？你最爱看的书，我想想啊，目前为止没有，因为不怎么看书。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看书，不要向我学习。因为我对不起，我这人说实话可能就是直接一点，但是我希望你们是好好看书的，因为我可能就是我的精神都扑到音乐方面了。最近降温了多少年？今年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心愿吗？我有很多没有完成的心愿，但是怎么讲呢？如果完成的话，可能就不叫心愿了；完成的话，也没有那么期许了。那还是就一直当做心愿吧。最近有什么目标？拍 MV。最想去哪里旅行？夏威夷。讲一个最好笑的笑话。我想起今天那个，是什么来着？等一下，我有发过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大鱼问小鱼：“妈妈，为什么金鱼的记？”大鱼问小鱼：“妈妈，为什么说金鱼的记忆只有7秒呀？”大鱼说：“你刚刚说啥？”小鱼说：“啥？”
别憋了，我知道你们想笑。做过最有趣的梦，我想想，我其实还好，没有做过什么有趣的梦。我一般都是做很日常的梦，或者是做噩梦。我每一次就是，比如说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做的噩梦都会是那种很有压迫感的梦。就比如说，因为我有一点强迫症，所以我就会梦见一个特别大的线团，就是很大巨大，就是像70多层楼那么高一样的线团，让我给它解开，我就是会解开一宿，然后就会非常的焦灼，我就会梦到这样的梦。最想听我说什么？哎，这刚才还有了，没有啦，我的问题回答完了。为什么走路那么快？为什么走路那么快？我走路有很快嘛？其实我只有在着急的时候会走路走得快吧，我也不知道。可能我这个人性格会比较急，所以走得会比较快。好啦，然后我们的这个环节的问题我回答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来进入下一个环节，是什么呢？我们下一个环节就是要不要挑战。要不要挑战？对，首先我们先说要不要，然后由我们来递给你这个到底是什么。你们不会耍赖吧？我们先递给你，你说要还是不要？你先说要还是不要？好。先说。不要。给大家展示一下。不说儿化音2分钟。不要。这个有点难啊。计时，开始。啊，我不是说了不要吗？哦，那就是要说儿化音2分钟。就是自由发挥2分钟。就是说儿化音2分，那不是就是我日常吗？这有什么？没，还是说每一个字都要加儿化音啊？每一个字儿。下一个要还是不要？不要。1周不吃西兰花。哎呀，我早就不怎么吃西兰花了。那我说了2个不要了，那这次要吧。1000万粉丝福利。哎，这不管要不要都要给的。我好慌啊，怎么办？这个要吧。读5条弹幕。有弹幕吗？这上没有吧？哦，这个没有弹幕，它只有评论。弹幕是飘在空中的那些，对吧？是吧？就是评论是吧？对，就是评论。哎呀，我真无语。不要等。真无语。你好较真儿啊。芋圆你好。别无语。3个了，搞快点。4个了。哼。没有想听到你们想听到的，对不对？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就让你们听到？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。好，我们进入下一个。不要。用5个词夸你们呀。我说了不要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你们失去了这个让我夸你们的机会。来，下一个。刚才说了不要，那这个要吧。给你发红包，
什么意思啊？我给谁发红包啊？哦，你们俩给我发红包。一人就是随便吧，发个1-2块钱的，我不差那点钱。来，下一个。谢谢老板。这个要还是不要呢？让我想一想。刚才说了要，对吧？那现在就是不要。换新头像，哎，太棒了！我真的不知道换什么新头像。不，你给我看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个人，你给我看什么意思？算了算了，拿过来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哎呦，发！你看，他就特意给我展示了一下。我跟你说，前面的没展示啊，但就这条，他单单的给我展示了一下，说明天不发微博，发，明天发微博，那能怎么办呢？都已经给我看了。好，那我们还有吗？没有了吧？没有啦。好，那我们的要不要挑战就到此结束，是不是有很多的遗憾呢？那就什么时候有机会就下次直播吧。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评论上面都讲了什么。我有看到说那个原唱说想合作，就是已经去沟通了，但是就是说呢，合不合作这是另说的一件事情。你的嘴又肿了？不是没有肿。怎么讲呢？因为我个人对于我的脸部构造呢，我觉得是有一定的研究的。你要是笑你就出去好吧，不要在这里影响我直播。就是我觉得呢，我的这个上嘴唇可能有点薄，所以我可能会稍微画出去一点。就它还没有肿，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设计。如果要是大家不喜欢的话，下次就是说换一种不一样的风格吧。那我就只能让我自己不喜欢了。什么？明年中午直播吧，就今天一次。新成员的名字叫什么？我怎么感觉我后面会回答这个问题啊？我有点忘记了。你好冷酷，可能就是现在比较冷酷吧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我为什么笑？我机场那天为什么笑？就是听到了好笑的事情啊，就是女孩子之间都会聊天的嘛，对不对？就听到了一些好笑的事情。什么搞笑的事？这就不能说了，这个就不能说了。发专辑，应该暂时不会发专辑吧？我觉得应该会发单曲这个样子。专辑来说的话，因为专辑，我想以后等有一定的一些阅历基础的时候，然后再去储备一张自己的专辑。哇哦，有一点难为我了呢。就是说会努力拍的，再考虑，再想。2T 脚的号还在吗？在的，还在的，只是现在可能没什么需要他出来的事情吧。不，你说什么？等会儿。不是，你们刷的太快了，我觉得要不然你们商量好了，就是说自己在微博上商量好，谁发，这样一下子那么快，我根本看不到呀。
香水什么味道？那这不是打广告了吗？我目前为止来讲的话，我今天没有喷香水。会陪你们跨年吗？那不然我现在在干什么呢？单曲什么时候发的时候就知道了。这个东西你问了，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这位天真的小朋友。什么时候去拍戏？我觉得这要碰吧，之前有戏找过我，然后说去拍，但是，怎么说呢？感觉可能角色上来讲的话，因为这是，这么久以后第一次再拍戏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，选一个合适自己的角色。反派，可是反派不是女一啊，那就是不过无所谓啦，我觉得如果要是适合的角色，我演女士我也愿意。我放心吧，我目前为止来讲的话，应该不会就是说去，对，最近在吃啥？我想啊，我最近吃的比较多的好像是一家湘菜总点。多喝水，好的，多喝水。但现在不是给你们直播呢吗？为什么不吃西兰花了？怎么讲呢？我觉得人可能总是就是说去做一件事情，会喜欢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可能就是会喜欢一段时间，但是过一段时间就不喜欢了。你也不能去赖这个东西，它也不是不好吃了，就是我不喜欢了。你看多好，说喝水就喝水。生日会这个东西在5月呢，我觉得不要着急吧，因为生日会聚众很危险。我觉得以后再讲吧，等我们彻底的安全下来，我们再去想这些方面的东西吧。眼妆，其实说实话，我今天的眼妆画得很不满意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什么东西都没有，就是很仓促的画了一个眼妆。今天的眼妆我不是很喜欢，就自己随便画了一下。单曲风格是什么？你们为什么总是在问单曲？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，但是我看见了，我就想念出来。最近在看什么动漫？最近没有看，最近我在看一些电影，就是看了以后心情会很不好的那种。我最近每天都在看电影，每天看1到2部电影，看完以后就是觉得自己的三观会有点奇怪。猫咪是男孩子。还打王者吗？我觉得如果还要去活动的话，可能会继续打。对，因为我平时来讲的话，可能没有时间去打王者。我的指甲它就是普通的那种钻石胶，因为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做指甲，所以其实我该换了已经。我没有感冒，我声音就是这个样子。
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呀，你们发的太快了，我真的看不清楚。哎呀，我的眼睛好累啊！我现在这里1、2、3，3个灯在照我，我感觉我快瞎掉了。我吗？我喜欢看国产剧。说好的给我做饭呢？那你来我家，你能找得到我家在哪里吗？没办法呀，我之前不是讲说，能有一个机会，完了之后，但是现在的情况，咱们不允许啊，还是要好好的安全了以后，然后再和大家见面，这样子比较好。在想什么？真的觉得我会告诉你地址吗？这种问题就不要打出来了好吗？这个嘛，这个不是我的新家。什么时候双马尾？我记得我以前有双马尾过吧，主要是因为我双马尾不太符合我的性格，所以一般不会扎双马尾。祝你考试顺利。什么？背景不是自己搭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啊！99条消息，我应该暂时不会染头发吧？因为就是头发最近很不好，我也要考虑一下头发的感受，不能这么自私。新歌目前来讲的话，应该全平台会发吧，我也不知道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新歌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哦，等着吧。你口红涂出来了，真无语。这个就是我的 style， 就是故意涂出来的，可以让自己的嘴巴看起来稍微的大一点，脸小一点。不能嫁给你，不可以，我跟你素未谋面，你这个问题问的，我很想反驳你。真无语，竟然让我娶她。你有看到我是女孩子吗？或许没有办法。眉毛画的好好看，我觉得确实今天眉毛还不错。我之前没有眉毛的，我跟你们讲，我是用了一款产品以后，但是目前为止我还是先不打算推荐给你们，我打算再用一下的时候再推荐给你们。我之前真的没有眉毛，我很惆怅，我每天都很惆怅，而且我之前的眉毛还是纹的。然后后来我就是找到了这款产品以后，我发现我的眉毛长出来了，然后我就对我的眉毛很有自信。现在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我眉毛很好看。抽签名照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到了抽签名照的环节。刚才跟大家聊了很多的话了已经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抽签名照，然后倒计时，对吗？我们的规则是现在发送元旦快乐，然后我们预言倒计时喊停截屏，截屏的前我要喊什么？倒计时停。你喊3、2、1停。然后我来截屏。
然后我们截屏目前露出的前3位将获得我们你的签名照。好，可以。我自己截屏吗？对呀。那我怎么知道，就是怎么能给到他们呢？你可以念出来他们的 ID， 然后这几位粉丝可以附自己的 ID 的截屏到工作室，工作室会再联系他们。哦，明白了。好。没有截到的人不要去发私信哦，不然看不到了。那我现在开始截屏了。哦，倒计时。大家要刷起来，元旦快乐哦！元旦快乐，大家要刷起来。元旦快乐开始了，我倒计时，3、2、1，截屏。我看一下啊，前3个吗？对。那这个进来了算吗？不算对吧？只是刷元旦快乐。一定要有刷元旦快乐。好。果汁寓言999。慕言 V。下一站守候。这是英文。CXQ。元旦快乐。3个人，这是对吧？给大家看一眼截图。给大家看一眼截图。这可以看得到吗？好像看不到。看不到。好。证据留好，你们3个人就拿着这个证据，然后去私信，其他人就不要私信了，不然找不到了。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。What？ 快问快答。大家题板上有8个问题，依次撕开，每一句话进行快速作答，字数不低于15字。快问快答。好，给你，这是你的快问快答。那如果要是答不出来呢？如果不想回答呢？不可以，要让粉丝想惩罚。所以你要。那是要计时吗？这个？不用计时，字数不低于15字，你的答案。不低于15字。对，每一条撕开。好，那我先撕开第1条。哎呦妈呀，为什么？等一下，好难撕啊这个。你的新成员叫什么名字？你看，我就感觉我看到过这个问题。我的新成员因为是一个男孩子，所以我给他取名叫弟弟，然后他的小名叫嘟嘟。下一个。你的口头禅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你们来答吧。我的口头禅其实怎么来讲呢？貌似好像都是在气愤的时候会有一些口头禅，就比如可能无语，或者是烦死了，或者是有病吧，就类似于这种，其他的好像没啥了，就气愤的时候会这样。你的妆抛脸是怎样做到的？化妆啊，这不是很简单。哦，对，15个字，就是化不一样的妆就会长成不一样的脸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以前学过美术吧，所以就是喜欢在自己的脸上创作。大家看不到问题。大家看不到问题哦，对不起。这样可以看得到吗？或许。往后一点。这样真的很像，就把我要给嘎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样子很可怕，只有一个头在这里。再露出来一点。现实生活中最想实现的游戏技能。最想实现游戏技能，现实生活中拥有所有英雄的 R 技能，这样我就可以攻击别人了。那你们呢？
是啊。给大家读一个题。嗯，那你们最想拥有的技能是什么技能呢？真啰嗦，说我啰嗦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只说3个字。开玩笑的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会为了一个人？我才没有这么小心眼。下一个，请用北京话读出下面的句子，见手卡。好长啊这。哟，盖了帽了，我的小 baby。我当是谁呀？原来是您呐！您拿您那哈利波特小魔棍来了，这是从哪儿找的？好奇怪啊！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截一下图，然后，用你们的家乡话，然后读出来，发视频，带话题，对。这样我也可以看到你们用你的家乡话说这个是什么样子的。记得要带话题哦。然后下一个，直播前听的最后一首歌，这首歌不能讲，就是一首还没有发的歌。一定要尝试的北京美食是什么？其实我觉得，还有挺多的，但如果你非得让我选一个的话，非得选，我觉得应该是芥末墩儿，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吃起来就是会让你很痛苦，然后你每次吃就会想到我。新年的 flag 是什么？新年的 flag 是什么？就是做我想做的事情，想做什么做什么，不用去考虑后果。那么你呢？别坐地上。那么你们呢？新年的 flag 是什么？可以发在微博上跟我互动哦。好的，我们快问快答环节到此结束。好的。发我是会看的，我会检查你们到底有没有发这个东西。刚才的家乡话，还有我说的 flag， 如果没发的话就看着办吧。带什么话题？什么话题我也不知道，你们自己去想一想吧，因为我对这方面不太了解。你们平时带什么话题？不要再说娶我嫁给我这类的话题了，它是一个不符合实际的事情。哎呀，我的眼睛快被光照瞎了。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一点也有道理。其实跟更多的摄影老师和化妆老师合作的话，他是会能尝试出不同的造型。但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呢，化妆老师的话还是不要经常的去换，因为化妆老师是，比如说你跟他在一起相处时间会很久，如果要是经常换的呢，那可能就会有人出去说你的闲话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保险起见，我们就用一个化妆老师难道不好吗？
是他画的不够好看吗？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就是摄影老师，其实摄影老师有的摄影老师是很优秀的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时间上太急了，太赶了，所以他可能就是没有发挥出他的实力，我觉得。招保洁，你好奇怪，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好吗？为什么还需要招保洁？我觉得说话倒是没有必要这么严谨吧。什么时候跳舞？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。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我在深思这件事情。我个人是觉得呢，我觉得可以安排一下，但是呢，目前为止，我没有什么特别想跳的舞蹈，也没有一首特别想跳的歌。我觉得可以往后稍微延一延吧。直播有回放吗？这直播有回放吗？有吧，有的吧，有回放，有回放的。近视眼多少度？啊，他们想到了话题。等会我再看一眼。预言，这个粉丝这个词好吗？哦，那你们看吧，这就是他们写的。哎，上面这个划掉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你们自己自行截图吧。好，3、2、1。光剑变装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们光剑变装，有剑吗？或许，但是要变装哎，我在直播，这没办法剪辑哎，反正你们就可以帮我 P 一个什么之类的吧。我没有敷衍你啊，我怎么了？我是讲什么话，所以你觉得我敷衍你了呢？所以你现在是想让我拿它光剑变装，是这意思吗？我真的就是说有点无语，这是什么奇怪的光剑变装啊？我搞不懂。那后面是不是应该出来一只猫什么的呢？自行剪辑一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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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搞不懂。吃一口，为什么要吃一口？为什么吃一口羊肉串会可爱？搞不懂，奇怪。最近我没有时间画画，我连换指甲都没有时间。画画是要很久，就比如说在那里坐1天，或者是怎么样的。什么时候发9宫格自拍？应该不远了吧？我觉得。什么？不要 P 图 P 那么狠。所以你觉得我现在是跟照片有什么区别吗？你觉得现在？你说，有吗？区别大吗？给你就是360度去展现一下。没有，我没有凶你们，我只是非常真诚的发问。可能我觉得我这个人说话的声音和语气会让你们觉得凶吧。
他们瞎说，可能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见解，可能有的人就是觉得 P 得过了，有的人就觉得一般还好，跟审美不一样吧。什么时候可以见面？我就在这里啊，看你们呗。哎呀，等一下，我看不过来了，我看得我有点眩晕。应该一会儿会唱歌的吧？等一下，我需要休息一下我的眼睛。那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什么好突然？好突然，什么玩什么游戏？这个游戏呢，就是我会给你播放一句歌，然后你听这来了，唱歌了是不是？你听这一句，唱出上一句，是上一句哦。上一句好，上一句，能不能唱出来不知道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第一个来啦，我调整一下。你放。唱上一句。需要再听一遍吗？哎，歌词没听清楚，当山峰没有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。好，下一个。上一句。让你唱上一句，他的上一句。他的上一句。对。我想不起来，我这歌我都不是很熟。那么，再给你5秒钟。怎么可能？你给我1年我都想不出来。那我放原曲喽。幸亏我没想起来。我没有信心唱好这句话。我们第2题，听清楚哦，不然你又要吓一跳。上一句是不是就是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你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的陪你走在一起。是这个是吧？意思是对了，词儿没太对。那是啥词儿？慢慢喜欢你。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你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，慢慢我想。这么长的吗？你的惩罚就是把这句唱出来。那你把词给我呗。好。慢慢喜欢你，慢慢的亲你，慢慢聊自己，慢慢和你走在一起。好啦。第3题。放错了。什么？我放成答案。那么现在就来考考你，刚刚放的那个的前一句。Sorry， 是这个吗？是吧？对。对。啊。你好棒。这首歌怎么就那么熟呢？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么下一题。
你让我接下一句，我肯定能接得出来，但是让我接上一句，真的。下一句。那你接。一点一点贴近你的心，你开心我关心。下一句能接出来，但上一句好难啊。上一句是，我只能给你念出来。等不到双子。不是这首歌。对不起对不起。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2遍。把你的喜欢每一天复习2遍。这首歌其实我还是挺熟的，但是上一句真的太难了，你们可以体验一下。下一题。好。还蛮难的哦，这题。我觉得没什么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人恒变成太俗气的事。哇，这接下一句真的很简单，但是上一句真的好难啊！那你先唱下一句。哎，等会儿刚才是放到哪儿来着？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人恒变成太俗气的事。从眼里流下谢谢2个字，不怕叫我疯子，什么这傻子。上一句是啥？我想想啊，要不要求助我？你要提醒我一个字呢？你。哇，没有用的。你们俩的窃窃私语什么？你是魔鬼中的天使。对。是吗？对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。哦，是这句啊。是让我笑到最后1秒为止，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1把刀子。哦，可以可以。可以。因为我以前真的很喜欢听这首歌，所以记得比较清楚。好，我们下一题。听好哦。嗯。我不知道，我不会唱，我不会唱，忘了，唱不了。不要再放了。来个简单的，简单的。我打开。我只对你有感觉。我提醒你一个字。浪漫每天纷纷。请。不是不提。请怎么？请。你干啥呢？不对啊，不对啊，我怎么感觉不是啊？但很矛盾，喜欢你的吧。浪漫每天翻翻，阴沟吃的模仿紧张花填错颜色，但很矛盾，喜欢你的吧。那我就放出来，你要重新唱一遍哦。好。请吸收养分，让脑袋平衡，要你身身动作慢吞吞，怎么承认我非你？你把词给我唱什么？11，请吸收养分，让脑袋平衡，要你先生动作慢吞吞，怎么承认我非你不可？哦哦哦，好了。后面那句怎么唱？微笑再美再甜，不是你的都不特别。然后我们这个环节倒数第2首歌。好。从哪里出发？平常的抵达。
表情是什么表情？我怎么感觉我很没？很搞笑，我特别想把镜头转给他们两个，蹲在地上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就是有坐的地方不坐，非要蹲在地上干嘛？谁都别说话，让脚步抵达。什么出发？我不知道，我不会唱这首歌，我不熟。大概对了，反正也差不多。好。让我们在欢乐当中结束这个环节。嗯。那你还是要答对的，答不对他能答对。真的？嗯，好，那你放。你再放一下，等一下前面那一句。我觉得这首歌好像不是我的音乐领域，好像就是。不会，你一定会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气象的事儿都能成。我不行，我感觉我的唱歌事业要滑铁卢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师。我没有学过这方面的专业，我可能唱的不太好听，不是故意的。我下次就是说专门学习一下，然后看看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翻唱一下，等我的那个歌唱水平再提高一下。我真的很喜欢，就是这种类型的歌曲，因为可能我唱不了，我的微信铃声就是好运来。喝了多少口水？我不记得，差不多一瓶快喝完了吧。我有什么玩不起的啊？我有什么害怕的东西吗？你觉得？我并没有玩不起啊。我从现在我说过什么不吗？我说过什么我不回答吗？或者是之类的，我没有吧？没说过吧？有点忘了。或许你们是在激将法吗？是不是想陷害我？格斗宝贝这件事情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呢，我现在的年龄不太适合唱这首歌曲。至于为什么你们非要听这首歌，你们的意图到底是什么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我觉得你们肯定没憋好屁。想听就去听原唱啊，跟我这里墨迹什么呢？他这个挑战并没有说让我一定要唱出来，所以我并不是玩不起，我只是不知道这首歌怎么唱而已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确实就是很简单的不知道他上一句怎么唱，我并没有耍赖皮。你们刚才的问题可没有规定说我一定要把这首歌唱出来。皮卡丘都学了那么多次了，怎么还让我学啊？我真的每一次学这个，我都要做一下思想准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
那我有什么好处吗？我学了这个皮卡丘，我有什么好处吗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好处？唉，也给不了我什么好处。那我能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我不想学，我不想学，好肉麻呀！我都已经长大了，为什么还让我学这个？小时候学觉得还好，现在学就觉得很肉麻。天天就要在那里拍一些奇奇怪怪的照片，那我就学最后一次，以后不许让我学了。哎，他们说我不用学了，那我不学了。就都刷了呀，说不学了，说不学了。不学拉倒。我什么时候撒娇了？我只不过是在表达我不想而已。和什么海静妹们有联系的呀？几乎就是说总会聊天的，总会在互动，但这可能只是你们看不到而已。可以 wink 一个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这不是说 wink 就 wink 吗？双眼 wink。怎么样？没想到我吧？没想到我有这个技能吧？没敢要，他为什么不要我微信啊？我看起来很凶的样子吗？又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，这个时刻是什么时刻呢？我们又要开始抽取我们的签名照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进入抽取签名照的环节。哎呀，嘴巴好干，我想抹个唇膏。我的唇膏呢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元旦快乐。哦，发送又是这个元旦快乐。那你换一个新年快乐。好。你牙上有一个发送新年快乐，好吗？这是新年快乐了。来，进入倒计时，3、2、1，截屏。意大利营同学想给伤口撒点盐，这是什么 ？7 成大，对吧？看一下。还是一样哦。这3个幸运的小朋友可以发送自己的 ID 截图到工作室，然后后续我们再进行联系。好，那就是这3个小朋友了。我近视眼多少度啊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近视眼还是蛮严重的，差不多快800度了吧，我感觉。哎呀，这到底有什么可生气的呢？我就在这里陪你们聊天啊，只是抽取不到这个签名照而已，有什么生气的呢？大家好，我们的直播要结束了。好，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，就是一个我不是很想要的环节。饺子盲盒。
我们的游戏规则是这样：保温盒里面有6个饺子，然后呢有2个正常馅儿，现在是只有1个正常馅儿，然后其他都是一些奇怪的味道。对，然后你要说抽取哪一层的左边还是右边的饺子，随机吃一个，然后告诉大家它是什么味道。那我要抽第2层的右边。开始开。第2层的右边是，就是看起来很正常，它就是普通的饺子样子。哦，是一个好吃的饺子。给大家看一眼馅儿，就很正常啊。这什么馅儿的呢？牛肉茴香馅儿吧。那是正常的饺子。哦，我新年走大运。不能都吃了，为什么？不用都吃了。那不就浪费了吗？好，接下来不得不说啊，咱们这个饺子包的，就是说一点馅儿都没有，皮儿厚馅儿少，特别棒。接下来我要抽取，因为刚才抽的是第2层嘛，现在抽第1层，第1层的左边。左边，那这是左边是吧？哎呦！哎呦！我都不用吃了，我就能知道它是什么馅儿了。其实它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一种新的尝试，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，它不难吃，它真的不难吃，不是那种很，它是就是没有尝过的味道，会让你突然觉得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就是一下不知道怎么办了，然后所以就是，哎，我都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儿。好，然后呢，其实不是难吃的，只是因为我平时我不吃榴莲，我不咋吃榴莲的。然后我们把这个合起来。那我们现在来打开第3层，第3层的右边吧。股葫芦的味儿啊！那里面是啥？真好吃。又是一个正常的。应该。不应该呀、可能是青椒。怎么回事？真好吃，这是尖椒的。现在还有几个。还有一次。还有一次吗？那我就抽第2层了咯。第2层。
的左边，没有任何的味道。让我们来尝一尝。它竟然是汤圆馅儿的，怎么会有人把饺子？就是黑芝麻馅儿。我把馅儿，还想给你们看一眼，被我吃了。大家来看看这个饺子，一半儿，它后面都是没有馅儿的，这真的太诡异了吧？怎么会有人把饺子做成这个样子啊？一点馅儿都没有，我想给大家看一眼都不行。我看看还有馅儿吗？哦，还有。黑芝麻馅儿。还有吗？还有我没吃过的味儿吗？没了。那下面这是什么味儿啊？浅尝一下。就是说开胃了。这是什么味儿啊？这是啥呀？鱼腥草。树根儿。哦，鱼腥草。倒还好，味道倒没有那么奇怪吧，我感觉。哦，鱼腥草。还好。好了，我把饺子都吃完了，真不错。好啦，我们接下来完成了饺子挑战。这个饺子是我们不远千里带来的饺子，非常的经过了很多的波折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？为什么在机场不说话？因为是这个样子，因为机场会有很多的人嘛，所以我们觉得还就是说安安静静的比较好。万一如果要是我跟你们说话，你跟我说话，我跟你们说话，哇哇哇哇，然后就很大声，这样子就不太好，在公共场合。广东话好难啊，我觉得真的很难，我怕我唱不好会被说哎。自己头发长多长？好像这么长吧，我记得，貌似，因为我头发长得很慢。驾照还没有，但是我准备去考，就是我的计划里有。我觉得我会尽我所能的经常直播吧，就是尽我所能吧。什么秃头咋办？秃头你就好好的养身体啊，因为它肯定是因为头发是跟身体紧密相关的。你首先熬夜，
就是会掉头发。然后你经常吃一些油很大的食品也会掉头发，然后包括压力大也会，因为我之前也会有，之前因为压力好大，然后后面就是出现了，就是掉了一大块的头发。有没有遮瑕推荐？我到时候回头给你们就整理整理吧，因为其实我用的化妆品太多了。面膜好，面膜我回头也再整理整理。可爱3连拍，我又没有什么惩罚，我又没有，我感觉这算是惩罚了，对于我来讲。可爱3连拍好难。不要在这里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，我看到了。我今天没有画眼影，我画的是亮片，就是我没有涂带颜色的那种，我就是涂了一层亮片而已，就那种。因为我没带眼影，就是不知道为啥，就可能太着急了，我就没带，然后我就直接涂的亮片。什么？我的天啊！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离谱的问题。好，因为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其实我没有刻意的说去减肥或者是怎么样，我没有很刻意，就是肉眼可见，其实我自己都能感受到我肉眼可见的瘦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就很奇怪，说实话，其实我可能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想不起来吃饭，或者是等等的，我觉得可能是跟这方面有点关系。我倒没有说刻意的去减肥。我没有凡尔赛啊，我是真的，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因为可能顾不上时间吃饭。或者是怎么样的，会再剪短发吗？考虑考虑吧，我就看我心情吧，这东西。补口红，我口红掉了吗？那稍微补一下吧。稍微补一下，这样可以了吗？我感觉还好吧。好了哈 ，OK 了。刚才好像吃掉了一些颜色。应该不会删直播回放吧？应该不会吧？但我又不敢跟你们保证这个事情，万一哪一天就是……哇，还有10分钟我们就要跨年了。那我们接下来我给大家变个魔术吧，就是把我从这个直播间变没。好。接下来我给大家表演的魔术呢，叫做瓶子消失术。接下来呢，我需要用到一个纸袋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纸袋呢，它其实是什么都没有的，没错，它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你们看清楚啊，它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纸袋，你看。它特别的简单，就是这样的，什么都没有。
然后呢，接下来我要向大家展示另一个东西，就是一个可乐瓶。没错，我们把这个可乐瓶变霉，那要给它怎么变霉呢？首先，我们先把这个可乐瓶给它放到这个纸袋里，就是这么着直接的放进去。放进去之后，你看现在哈，现在这个可乐瓶，这可乐瓶在这里面哈，在的啊，在的，它在的，它这个形状可以看到吧？接下来呢，我就需要大家来和我吹一口气，这个气必须要吹够30秒哦。要发吹才可以。来，来，我们一起吹啊！来，3、2、1，怎么了？3、2、1，我吹了，你干嘛别打断我？我现在我在变魔法呢，你打断我，万一这一会儿失败了，就全赖你。来，吹一下啊！我们现在吹了啊！现在可乐消失术，可乐消失，你看它没了，它没了，我怎么还给自己变急眼了呢？我脸怎么这么红呢？它现在没有了，你看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袋子里是什么都没有的。看没有，什么都没有啦！我把这个可乐瓶变没了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的小魔术。如果大家可以让我给你们变一变的话，我还可以再变一变，因为我这人的魔法是永无止境的，我可以一共变9次，我可以变9次，因为我有9个纸袋。我有9个神奇的纸袋子，所以我可以变9次。如果我有100个纸袋子，我就可以变100次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小魔术变完了，变回来，变回来没问题啊，没有问题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变回来。首先呢，这是一个。这是一个纸袋子啊，看到没有？我刚才揉错的纸袋子，刚才从垃圾桶里捡出来了。那我们现在，啊不对，你们还没吹气，得你们吹才有用。现在，吹气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看到没有？我变回来了，不要质疑我的魔法，厉害吧？好啦，以后不许质疑我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。下一个环节是什么呢？新年5连拍。这个牌匾是要拿这个新年5连拍吗？好的。4要怎么比呢？然后5。新年5连拍已经结束了，希望大家就是好好截图，不要截一些奇奇怪怪的表情。哎呀，变个魔术给我累的，惊心胆战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的一个环节是什么呢？我们接下来的环节就是让我们倒数10秒，他的纸条马上就写好。就是跟大家聊聊天。其实呢，
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在过生日的时候都会许愿，然后包括看到流星的时候也会许愿。如果新年只可以许一个愿望，那你们的愿望会是什么？只可以许一个愿望，就是不能后悔的那种。哎呀，他们怎么愿望都是关于我呀？要说自己的哦。大家都把愿望许给我了，那我觉得我新的一年一定可以非常的顺利，非常的开心。谢谢你们的愿望。我有几只宠物，我感觉我还有挺多的，其实。但是在自己家的可能就是大概有三只这个样子，有狗狗有猫猫，但是妈妈家也有。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很激动？因为我们现在好像马上就要到新的一年了。我也没想到，我感觉就是每年的跨年感觉都很平凡，然后就是都是意想得到的跨年吧，我觉得。因为其实去年的话，我也没有就是说就是做什么很特殊的事情，但是今年就是想给你们直一个播，然后一起跨年。不要说年龄，我觉得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。好的，我会努力开的。如果我们的大环境允许的话。我们还有1分钟就要跨年喽，然后呢，因为跨年要过年嘛，有点仪式感，然后我给大家就是说准备了一个烟花的视频，我们可以一起看烟花。新年快乐！已经过了12点，就是说一会儿你们扫，救命！不知道有没有吓到你们？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可以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。好啦，我们的烟花就到此结束吧。哎呀，这电脑上面全都是。聊不下去。哎，天哪！我吗？这个呀。那我拧了，是不是我就得扫啊？反了。这
这就是过一时瘾，然后还要自己收拾。新年快乐呀，同志们！我一拍，我现在都是那个粉色的这个小纸片儿。好啦，接下来的时间，大家就是可以给爱的人，然后包括还有你们的家人，还有你的朋友去发一些祝福的消息。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结束了，就后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环节了，就是给大家送祝福的环节。我已经陪你们跨完年啦，我现在要去跟家人打打电话，发一发微信和短信，送祝福。哎，他们不让我走啊。没关系，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短暂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说，到了再见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挥手告别啦，拜拜。